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丸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原野魔丸出品的这一套恐龙合体修罗王礼盒式的包装，看起来还是挺大的一个尺寸。细塑里一共6只小比例的恐龙，而第2层，这个地台呀，蛮眼熟的嘛。这不就是之前象棋变形那一套的地台吗？涂装、细节、布局内容这些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这回是带了2套，一共6只小比例的机器人，单体的高度差不多在10公分左右，所以一块地砖上面摆一个小恐龙人，样子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相当于是官方那一套龙焰王改的，但是全零件都是上漆的，胸口这一块红色整个是一个合金零件，头雕全部换了，换了一个原创的造型。看说明书，尾巴是可以作为武器拿在手里边的，但是这个插装啊显得有点短，拿起来不是很稳固，稍微一碰就会掉。小玩具的变形过程也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把这个脑袋给它盖上来，脖子旋转180度，从后背翻上来，在前腿的根部这里有2个卡扣，掰一下，把它90度往前折，卸开，然后2个人形的胳膊对一下。中间的扣子结合，身体就有了。腰部旋转180度，从这里翻转，盖子扣回来，夹一下，后边这里会出现2个洞，把尾巴拿出来，盖上。那好，第1只恐龙我们就变形完成了，密合程度还不错，竟然。龙头的这一块是个合金零件，其实这小玩意儿拿起来沉甸甸的，还挺有分量的，料子给的也很厚实。龙形态放在这个地砖上面的效果也是不错的，但是总感觉这只龙像个小乌龟呢。第2只明显的就是个剑龙了，胸口的这一块也是合金的零件，头雕的样子，这个有个红眉毛啊，看起来会稍微的帅气一些。胸口的这一块是合金，变形的过程也非常简单，打开。中间腿肚子里边掏出来龙头，然后膝盖旋转180度，把龙头往外折。同时的过来，在双腿结合扣子的时候，注意脚下有一个滑槽，顺着这个钩子滑进去，起到一个锁定的效果，勾住它。然后胳膊稍微的弯一弯，这是它的后腿了。武器掏出来，顺着这个窟窿插上去。这条小剑龙也就变形完成。同样，脑袋这一块是合金的零件，但是因为上漆厚度的问题啊，这块的扣子密合的不是很好。稍微的把这漆皮刮一下，这扣子就能插进去了。小剑龙还挺有样的。然后三角龙武器同样是大尾巴摘下来，后背这里还有一个合体的配件啊，插这儿了。把它翻下来，这盖子盖上。这个头雕的造型也还可以啊，胸口、龙头，红色和黄色这2块同样都是合金的材质。变形同样很简单，胸口位置的龙头直接180度翻上去，顺这儿盖上。嘴巴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可动的范围，牙齿也有分色的涂装刻画。前肢旋转下来，顺着这块旋转180度，这脚尖冲前。后背这里同样翻转，这都是一翻腿式的变形啊。双腿中间的扣子夹合，注意这一块密合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滑槽，对准了，然后再拿出尾巴来，给它捅上去，三角龙就变形完成了。就是这个脑袋合体的大头，并没有什么隐藏收纳的位置啊。如果说龙肚子底下这儿能有一个插桩啥的，把它隐藏收纳一下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个算是霸王龙了。其实这一款在人形包装的时候啊，它是把这个龙头左右拆开的，然后通过肩膀上的插扣，把这个龙头一边一半放在这儿。看个人的喜好搭载吧，我是比较喜欢一体变形的，我就直接把它翻到后背。脑袋的样子，其实这一套单体的头都不算难看，但是比例看起来头好像有一点大，有一种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的感觉啊，发量还很浓密。合金的位置依旧在胸口的红色和黄色零件，这一套基本上都是这种翻腿变形嘛，所以后背看起来小腿肚子都会很空。
变形的过程其实跟钢索的感觉也差不多啊，把后边的这一节180度背包翻起来，然后通过这个双关节往前搓动，胳膊挪一下，脑袋盖起来，龙头往下弯折，脖子夹住，然后小爪子翻到前面去，腿部180度对折，缩起来。这一块呢就得往上提一下了，双腿之间，这里是一个圆形的咬桩滑道，斜着滑进去。脚底下这里有2个插扣，对应后边这里的2个凹槽，把它扣上。再掏出它的武器，这武器拿起来其实也不好看啊，但是呢不太一样的是上面有一盖子，顺着这个大的插桩扣一下。把双腿中间的这个缝儿还稍微填补了一下，小霸王龙也变完了，胖乎乎的，伙食营养不错。翼龙传统意义上的飞镖，但是颜色和传统意义上又不太一样，头雕的样子反而它更像钢索呢。合金零件同样为胸口和兽形的头，变形过程直接180度把这个兽头翻过去，2个武器卸下来。左右对插扣合在一起，这大拳头也是上漆的，脚尖儿90度翻下来，膝盖这个位置中间有卡扣，打开，它这里设计了一个像轮子一样的转轴，看起来还挺大的。翅膀打开扣子，插得很紧啊，看着颜色不同，外边是塑料件，里边是合金件，所以这个翼龙其实也挺重的。脚后边这里有一个扣子插在后腰上固定一下，胳膊翻下来，侧面这里又会出现一个扣子，旋转一下拳头，跟后边这里怼上。基本上人一翻腿往这一趴，这个翼龙就变好了。最后我们把武器掏出来，顺着腿上的这2个洞插进去，算是有一个配件收纳的位置，武器挂载。胖乎乎挺可爱的一个小翼龙也就完成了啊，拿起来好有分量。最后传统机器恐龙概念上新加的第6人，哎呀，这个人形的体型竟然是这6个里边最好看的啊，头部也不会显得很大，身材也属于那种壮硕型的，手里握着一个大狼牙锤，武器插的也很紧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合金的分布依旧是龙头这一块，还有胸口里边的红色零件。变形直接把脑袋盖上来，然后通过这一块的双段关节搓一下，腰部旋转个180度，把腿翻转过来。注意这一块的凹槽啊，要穿过中间手腕的位置，把这一块嵌套进去，扣，后腿翻下来，前腿顺着这里再翻下来，最后把尾巴插上。好，这只小甲龙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龙形态体型上面来说也是胖墩墩的，全件上漆以后银色的感觉很漂亮。于是6只小机器恐龙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该说不说啊，作为一个小比例的玩具，零件数就那么多，但是一些恐龙的体态拿捏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人形还挺有样的。每一款上面都有合金，并且是全部零件都上了漆的，所以扎实的用料拿起来敦敦实实的这个感觉还不错啊，真的还可以。那我们来把它组成合体的形态，双臂的变形，把这块的合体关节拔下来，2条腿翻出，翅膀嘛稍微的往后折一下，或者你可以叠起来啊，看自己的喜好，张开一些造型会比较帅吧。胸口这一块的连接关节翻起来，打开2个拳头下方的扣子，把腰部反转180度。然后这里的2个扣子，还有前方的2个凸起，对应这里的插槽，用这个手臂的零件把它锁上，对齐扣子。双腿的合体形态，掏出剑龙，尾巴给它摘掉，后背这块红色的盖子打下来，
然后双腿拖出这一块的钩子，左右先分开，旋转一下，避让开这个空间，然后腰部拧个180度，龙头继续回归，再把两边的腿部结合卡在一起，两个胳膊就旋转一下，先归位放在这儿吧。掏出这块红色的盖子，顺着后边这里对应两侧的插槽固定，还有中间裆部红色的大插扣，3点结合，形成了脚后跟。另外一条腿是这霸王龙，尾巴摘下来，双腿打开，然后顺着胸口的这一块把双关节拖出，180度翻折下来，再回归到龙形。脖子这一块还是要锁住的。这回会发现双腿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，这个空间是刚刚好放这一块龙头的，放进去，掏出它的尾巴来，再进行锁定，把两条腿也夹合固定在一起了，相当于做了一个高跟鞋，3个脚趾固定。这胳膊随便摆一摆吧。上半身是三角龙，把这腿儿都稍微往开分一分，腾开这个空间，左右有2个盖子，把它打开，掏出来合体的大头插到洞里，然后记得把尾巴拽下来。这只龙作为下半身啊，这个应该是淤泥吧，但是看起来脖子很短的样子啊。依旧第一步，把尾巴掰开，腿部打出来，腰部旋转180度撸直，基本上是回归人形的一个状态。整个的后背打开卡扣，180度翻出来90度吧。这后边有2个锁扣啊，把这2个小腿固定一下，结合住，然后脖子翻下去。这个时候需要把2个胳膊转到上面来，然后把双腿打开，打平了之后，大腿这里可以折叠90度，挺紧的一个轴，翻转下来。当然这个样子啊，靠根部的球形关节支撑起来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呢，他把尾巴跟这样插在2个大腿的后方，起到了一个锁定胯部这根儿的2个球形关节的效果啊，算是定了个位。跟上半身合体呢，红色的零件这2个洞对应起来，然后呢2个胳膊啊，其实在这一块挺绊着的，还好的是啥呢？它是个球形关节，你可以把其中的一根摘掉。侧面这里呢有一个斜着向上的，它是一个歪着的扣子啊，不是中奖，它专门做成歪着的，为的目的就是挂这个胳膊，胳膊内侧这里顺着这个洞挂进去。另外的一面呢，顺着这个斜扣子和这个斜着的球形关节，把这个胳膊再锁定上。这一块会露着个脑袋，掏出来三角龙的尾巴，顺着胸口的这个洞堵一下，也是给腹部这里做了一个造型。2个前肢稍微的转一转吧，摆一个斜着点的角度，夹入它，哎，胸甲的型儿也就出来了。腿部结合，顺着侧面这里的方孔，另外的一面，这扣子插的还挺紧的。另一条还剩一条剑龙尾巴，你可以插在三角龙的屁股后边。要按说明书呢，它是合体的武器，但是也插的不老紧的。整个的画风来看，还是会觉得腿太短了，胳膊有一些长，头有一些大。身材比例的感觉会有一些失衡，但腿部的这2块的变形逻辑其实跟官方的那一套龙焰王是不太一样的。倒是有一点让我挺意外的，身上增加了不少的合金零件啊，重量上去了，但最后组合的这个契合度、一体性还可以，再加上身上涂了很漂亮的金属漆面，整个的质感增加了一些啊。6个单体的小恐龙其实还挺可爱的，但组合完了以后，身材比例有一些失衡。但总归来说，一个便宜的儿童像玩具，合体算是它其中的玩点之一吧。纸品方面，除了6本介绍的很笼统的说明书，竟然还带了6张这种炫卡式的闪卡。
哦，小朋友们看到开心死了。但就像刚才说的，毕竟是一套便宜的儿童向玩具。不过翻回来再想想，有一些结构的想法还是可以的，比如说胯部这一块的锁定感，还有这一块剑龙脚丫子的这个变形形式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儿童玩具版的小比例修罗王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